拒絕接班，套現10億，賣身國資，他可能是中国最務實的富二代。民間常說聪明的脑袋不长毛，按照这個標準，江蘇无錫鴻匯新材老板向宏偉可謂聰明絕頂。2020年，53歲的向宏偉將年僅29歲的兒子向良推向前台，接任董事長，正式啟動接班計劃。然而，短短2年後，他就徹底放棄了子承父業的念頭。從2022年到2025年，他3次試圖出售股份，最終在今年初成功將公司29.99%的股權以8.9億的價格轉讓給無錫市西山區控股的國企西港啟星。這一操作之迅速，決策之務實，堪稱企業家中的清醒派。消息一出，便引來不少媒體的關注，原因無外乎這是向宏偉在4年內第3次試圖出售股份了。有媒體直言，估計他也是想趁着公司還有點姿色，趕緊賣個好價錢，落袋為安。另一家則指出29.99%這個比例顯然是經過精心設計的，一旦達到30%，交易的性質就變成收購，必須經過股東大會的批准，冗長的流程，不確定的結果，顯然不是向宏偉願意面對的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從高調安排兒子接班到急切3次套現離場，向宏偉為何轉變如此之快？答案或許要從他那個不爭氣的兒子說起。向宏偉的兒子叫向良，出生於1991年，當時的向宏偉已經做到车間主任，之後又被提拔成厂长，所以向良從小生活条件應該比普通人好很多，不存在吃苦受罪的情況。可能父母也覺得這位富養長大的兒子太嬌氣，於是高中畢業後便將他送到部隊捶打了2年，希望磨練其意志和紀律性。退伍後，他又被送到美國讀高中，其實就是一家預科性質的學校，平时主要學英語过語言關，為參加美國高考做準備。可不知道為什麼，向良的美國求學之旅一直停留在預科階段，沒有念大學就回來了。曾經有媒體略帶調侃的寫道，與其他名校出身的富二代相比，向良的學歷近10年來一直停留在高中。2020年，向宏偉火線提拔兒子進入董事會，並且迅速讓出董事長之位，擺出一副全力扶植接班人的架勢。可自打向良上任後，鴻匯新材的業績卻連續2年下滑，與父親掌舵時期的高增長形成鮮明的對比。不少網友立刻將其歸為富二代敗家的典型案例，但是事實比表面更加複雜，後面我們會細說。就在兒子接任董事長1年後，向宏偉第一次嘗試轉讓股份，2筆交易，一筆給兒子，另一筆給一家成立僅半年的新公司，且轉讓價均為市價的8折。給兒子打折情有所原，但是給外人也打8折，加上公告發布的極為倉促，難免引發內部交易的質疑。最終這筆交易不了了之。到了2023年，向宏偉再度出手，與一位神秘的蘇州買家達成意向，擬轉讓同樣的29.99%的股份。這一次兒子向良並未參與交易，這或許正是向宏偉徹底放棄接班計劃的信號。不久後，向良再度赴美，入讀加州大學某分校，至今仍在求學。可惜這次交易依然未能落地，向宏偉只得退還定金。直到今年年初，西港啟星的出現，才讓這場持續多年的退出大戲畫上句號。向宏偉最終帶着8.9億元的股權轉讓款，加上此前減持套現的約1億元，總計僅10億元，瀟灑離場。看到這裡，大部分人認為這又是一個金蟬脫殼的故事，其實不然。鴻匯新材雖然今年營收下滑，但從未虧損，只是利潤多少的問題。向良接班後的業績疲軟，更多是受行業整體下滑、需求萎縮、競爭加劇等外部因素影響，與其個人能力並無直接因果關係。事實上，2024年隨着市場回暖，公司業績已明顯反彈，頗有觸底回升之勢。更重要的是，向良父子並未坐吃山空，近年來他們陸續投資了7家新公司，業務橫跨汽車、零售、股權投資等領域。這恰恰是當代許多富二代的典型轉型之路，不做守業者，而做資本玩家。否則像山西李兆輝那樣，明明孫子不想接班，爺爺趕鴨子上架，幾年內將一家狀況良好的企業幹成負債幾個億，最後企業沒了，人也找不到了，那才叫悲劇。在企業高度股份化、管理專業化的今天，子承父業早已不是唯一選项，讓下一代去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兒，反而能讓家族財富發揮最大的效應。退一步講，即使向良真是一個愛玩愛享受的主，只要他清楚自己的邊界，在合法的範圍內花自家的錢，又礙着誰了？老話講得好，不怕富二代吃喝玩樂，就怕富二代雄心壯志。適當放手，對於家庭、對於企業、對於社會都是個好事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